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家庭种菜。又到了春耕忙碌的季节了。最近在后台留言中收到最多的问题，竟是关于种过菜的旧土的问题。相信很多菜友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：盆栽上收获蔬菜之后，留下一大箱长满根须的土。这些土还能用吗？怎么用？或者直接把它当废土扔了？我想说，种过菜的土不是废土，种过菜的土也没有废土一说。土壤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，它是可以循环利用的。你看我们菜地上的土，是不是从来都是那些土？只是要看我们怎么去保持土里的养分。刚好最近把我种在油桶上的土翻了一下，所以借这个机会总结一下我自身旧土处理的几个心得，分享给大家。事实上，去年我也有一篇视频，简单聊到旧土的2种处理方式，大家可以结合那篇视频，综合判断一下自身的情况，以做出正确的处理旧土的方式。第一，翻晒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容器里面的土都布满了蔬菜的根系。每一种蔬菜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留下许多根系，这是蔬菜的根在土里吸收营养的方式。这些根系让蔬菜存活生长，但是它难免会让土壤变得板结一些，因为时间经过了很久，根系将土壤都绑在了一起，土壤变得不是那么疏松。看，土都凝结成一块一块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翻晒土的原因。我们用手或工具将土掰一掰，打松。蔬菜要长得漂亮，主要是看它的根系在土里面能不能生长得好，而根系长得好不好，土壤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。很多菜友说他的蔬菜长得很慢，或者长得黄黄的，很多时候其实是土壤的原因，要么是太过板结，要么就是肥力不足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可能是用到不好的营养土了。我们处理好之后，土壤就已经变得疏松了许多。土里面的这些细根不需要挑出来，直接把它埋进土里是没有关系的。如果土上面还有一些杂草的话，也可以拔下来埋进土里，可以当做底肥的。其次，翻晒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消毒土壤。如果我们的土壤是很久没有经过翻晒消毒的，我建议要为它进行一次消毒。因为土壤太久没有消毒处理，里面会隐藏许多病菌以及虫卵，就是后期蔬菜长得容易得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土壤是健康的，才能长出健康不容易得病的蔬菜。翻晒之后，我们利用太阳光的高温，把土放在太阳底下暴晒3到5天。在这过程中，最好是每天翻晒一次土，让土壤里外都经过太阳的高温自然消毒。太阳光的高温可以杀死土壤里面有害病菌以及虫卵。另外，也可以用火烧的方法消毒土壤，它可以用落叶和杂草一起燃烧。烧完后的余灰还是一种很好的钾肥，但是这种方法显然更适用于菜地。考虑到安全问题，天台最好不要使用火烧。如果没条件利用太阳光消毒的，也可以使用多菌灵或者生石灰等土壤处理剂，放进土壤里搅拌搅拌消毒。用这个方法，土壤同样也要等3到5天后再使用。第二，肥力。蔬菜长得好不好，第2个要点就是土里的含肥量多不多。这些土前面有种过蔬菜了，会消耗掉土壤里面的许多养分，变得贫瘠，肥力明显不足以下一茬蔬菜开花结果了。因此，使用这些土壤之前，我们可以有2种处理方法，使其增加肥力。第一种是堆肥，自己堆肥对于有种菜的人来说是很划得来的事情，因为咱们堆肥的材料基本上都是用生活中剩余的东西，
这是我去年春天用旧土与厨余堆肥的。今年打开来的时候，土里面的厨余全部都腐化不见了，厨余完全化成肥料，融合在土里。这桶堆肥，我原来加的东西很多，有蔬菜叶，也有豆腐渣、鸡蛋壳、茶叶等。厨余放进去之后，桶是满的，只要过几天，厨余腐化了就会往下沉，就可以继续往里面加入其他厨余了。每一次加进去厨余，在最上面要铺一层土，这样不会招蚊虫，发酵也比较快，直到把整个桶都填满。然后只要放一段时间，就可以倒出来看看。土里面没有一块潮湿的厨余，就可以准备使用了。前面我用来堆肥的土是很贫瘠的沙土，颜色是浅白色的。堆肥好之后的土颜色变黑了许多。经过堆肥的土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氮元素，能为蔬菜提供不错的养分。之前的视频有专门讲过堆肥的制作过程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进行查看。第二种增加肥力的方法，旧土还可以与购买的腐熟粪肥混合，鸡粪、羊粪、蚯蚓粪等等都含有很丰富的氮磷钾元素。这种情况适用于觉得堆肥很麻烦或者堆肥条件不允许的菜友。第三，不要连作。连作的意思是在同一块地上连续栽种同一种作物或者近亲作物，也叫做连种、重茬。在正常的栽培条件下，连作会使植物长势变弱，病虫害增多。因为有些病虫害只寄生在一种或者是几种蔬菜上，而对其他的蔬菜是没有影响的。如果经常连作的话，就会给这些病虫害提供生存和繁殖的场所。长期连作也会使土壤酸化，腐殖质变低。长期种同一种蔬菜，对土壤里的某种微量元素吸收较多，导致土壤里的微量元素不平衡，蔬菜生长就会出现生理病害。我们在用土处理土的时候，注意以上3个要点，基本上都能把蔬菜种好，少得病害，尽可能的减少害虫，长势也会好很多，大家不妨试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如果您有其他关于旧土的处理方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